上期我们聊了扇贝从翻译到导演再到保险人的职业转变，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领略他是怎么为了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去吵架的。抱歉，我开车比较野蛮啊，你觉得我开车有点野蛮吗？确实是实话。哦，快点冲到第一个车位在这里，一个又一个坑。这是有固定车位的吗？对，这是我租的。这需要买的啊，租的是吧？对，一个月租。我这都没有线，你怎么判断的？哎呀，我习惯了，就堵在这里停了好几年了，我在这个位置。这里冰上全是冰啊，小心。哦，好的。你在这里不适应的话，你很容易晒。第一年我经常晒脚的，我现在都在这个冰上能跑步，你们厉害。这个10年的修炼。我们家有个猫啊，它可能会怕你。没怕我。它马上就知道我带了一个陌生人回家，它就会马上躲起来。家里有点乱哈，凑合。妈妈，妈妈，是个橘猫。Who is this？ 逃走了，逃走。害怕。它管怕我。来嘛 ，It's OK。来嘛 ，It's OK。吓死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还没打开过电脑呢。你这是给他讲成语吗？对，因为已经都差的差不多了。最近他也没好好学，你看这是10月份、11月份的事情。他有段时间一直在学。你看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因为他是之前的他的中文复习卷。我说你60分万岁，他考了68分。第2学期。这个是我们这个 condo 在打官司，我现在是我们 condo 的这个就是 president 代表，然后我还要给他们去打官司。就是业主，他是加拿大，你知道是有业主委员会的嘛？业主委员会不是一个空有的虚名，它有什么法律上的东西你都要负责任。它有一个是 president， 有一个是 secretary。然后你要经常开业主会议，讨论一些细节，什么修房屋了，哪里有洞了，有蚂蚁问题吗？这个什么这那的，然后物业费了，要不要涨价了，或者今年我们这个垃圾有没有乱扔了，就这些事情。然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我们摊上一个事儿，就是一楼的这个房客呢，就是房东呢，前房东把这个房子装修之后卖掉了，给他现房东。现房东后来出现，发现他的租客发现这个房子里面有那个怎么说呢？他把这个地板拆掉之后，发现里面是长毛了，也就是说他其实进过水。然后他就把我们的业主委员会给告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就是因为他前房东他在卖房子的时候，他在装修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告诉我们业主委员会，然后呢，他希望找人能够背锅。他把我们业主委员会告了，希望我们能够出一部分钱 cover 他的损失。我坚决没有同意，也不接受协调。老子他妈就是要在法庭上跟你见，你们这种流氓狗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这个业主维权什么关系？你自己卖了房子，2个做什么不知道勾当，你也没有让业主维权知道，然后现在要把我们告，让我们分你钱，我们都是傻子吗？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这个事情，他们就是之前是接受协调，我们接受了，我就说。然后我就问这个协调员，我说这个协调是不是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出钱，只是多少的问题？他说是的 ，Fine, we don't accept it。然后就不协调，不协调之后呢，就开始要上庭了。上庭现在是在4月9号嘛，要上庭。你是业主委员会代表吗？我是主席。哦，那么厉害。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我来做。之前我还是他们家委会的成员，就是那个学校有家委会嘛，家长委员会，他们也是经常要开会，就2个月开一次会，关于学校的家长里短啊、费用啊、budget 啊这些东西，然后最近学校的安全问题啊这些都在开会。我是委员，因为我没有做主席的原因是我跟校长说我可能马上要搬家了因为他一做要做2年嘛，所以我说临时走也不太好，然后我就去做委员。你看
我其实你说我是一个典型中国人吗？其实不是，因为这种事情我都会参与，而且我会非常积极，而且老娘就是要跟他干。这个东西不是金钱和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一个正义的问题，难道不是吗？这明明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要背锅吗？对啊，中国人不爱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这个还是这个委员，这个主席真不是我要当，是因为楼上本来主席搬家了，搬家之后没人做主席了，然后二楼是一个租客，他的这个房东呢是 secretary， 所以他不可能是既是 secretary 又是 president， 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人做 president。然后楼上刚搬来，他也不了解情况，是被迫成为 president， 所以也没有办法。就你肯定得有一个人的。然后1楼是在跟我们打官司的人，找谁？你说只有这4户人家，有2个要做 secretary 和 president。不过你也有打官司的经验。反正就是这个是一个小额法庭，也就是钱的问题，然后你需要呈堂证供，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前后经过说好，然后你要把证据的这个东西罗列给他，这个你有经验吗？准备好了给他对比，然后他就是看法官怎么判了。对，这边魁省用的法律跟我们国内有一点点像，他好像是一个法系的，对，一个法系都是大陆法系的 civil law 嘛，都一样的，是都一样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性格，你应该去学一个什么 paralegal 啊，对啊。你知道我上一次打完我的离婚官司，法官还给了我一个 list， 说这些书你可以去看看，你要不要转行？跟我说，法官笑死我了，他给我一个 list， 说这不是法律书？对啊，他说你转行算了。确实你适合干这个，但是你真的干了这行就觉得好累，肯定是这样子。因为上一次我自己上庭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是因为他是。家庭法庭它不是小额法庭，它是一个很严肃的流程嘛，对吧？先是双方举证质证，什么双方各自陈述，对吧？对。然后是举证质证，然后再是辩论，自由辩论。然后对方就很能说嘛，然后法官还帮我觉得他是变相帮我。他说对方律师其实用法语说的，对方律师其实你没有必要拿这种噱头套对方，对方本来就是个就是原告，他其实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不要给他挖坑，就这个意思嘛。你挖这个坑，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他也没有律师，等于说，所以我觉得法官有变相在帮弱势群体的意思。我觉得对啊，我也没有律师，而且这里的律师，我跟你讲，大部分都不咋地，是吗？因为他是收小时费的啊，对，他只为这个小时负责任，而不是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我就是打完这个官司，我跟很多朋友就说，这里的律师真正好的根本不可能接你这种 case， 他1个小时收500、1000的，他可能接到很好的 case，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需要的。真正你这种破铜烂铁的这个小 case， 下面的律师200的1个小时的，都是就没什么能力，他就是按照书本照本宣科，你给我100、200块钱，我一个200块钱给你做一点文书就好了。那个还有很多人是他自己做律师、出庭律师和做协调员是同一个角色。做协调的人他是不适合做律师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第一个律师是做协调的，所以他就非常 soft， 他的辩论的时候完全不 aggressive， 就是他举证那个对方如果很 aggressive，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是很不满意的。哪怕我们有理或者我们有这个很多的证据，但说话很 soft， 我不觉得是一个好事。所以第一个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去了小额法庭做法官呢，还是他觉得我这 case handle 不了，然后反正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你推荐个别的。推荐了个别的比他还难。然后我就实在忍不住了，每次他就跟我弄完这一轮，然后那个之后我会打电话给他，反正说我觉得他跟我合作可能心理压力也蛮大的，他是个葵蛙嘛，白人。他好像他可能觉得我的钱不太好挣的，反正我就每次他上了庭之后，我就跟他罗列这我不满意那不满意，我们应该怎么说？你有没有 Plan B？ 你只有一个 Plan A， 这样办了，人家有个 Plan C， 你不是被你把你压死了吗？你有没有这个2条路走路 ？Scenario 你也没有想好，如果他这样变，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如果他这样变，我们也准备了这些，应该是这个样子嘛？但我觉得这样才是 qualified 的律师嘛。但他完全没有啊，他就是OK， 那我回去再研究一下，然后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又浪费我的钱，然后也没有成果。你不觉得很烂的律师吗？然后回来我就觉得，后来我还联系了一个别人推荐给我说很好的律师，他就跟我说 Madam Shan， 你要想一想值不值得我重新接这个 case， 你现在已经到那个中间阶段了，就是说
可能下一次开庭他基本上就会判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在4、5月份的时候，去年我7月份就判完嘛。然后他就说你要想一想到底值不值得走这一步，因为我读你的材料费就要花6000块钱，你愿意出这个钱吗？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只要读了，那我也不能100%保证说我很快能把你这个事情搞定，但的确有很多人推荐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律师嘛。但你读一下材料要6000块钱啊，这疯了吗？这不是？所以后来我也没有让他读，反正这个材料读来读去不就是我自己的事儿吗？我自己比谁都更清楚这个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现在发现，觉得是一个绝对明智的选择，就是你自己出庭，因为你自己比谁都了解，你的律师还不了解这些前因后果，你们之间的纠结和他不放过你的原因和你不放过他的原因，对不对？他要一个一个去问，而且他会纠结在抚养费的问题。我跟律师说，他给我200抚养费和300抚养费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只要把这个事情很快解决，抚养费并不是一个重要的。但是律师认为要争取你的权益，1块钱也是要争取的。但我花多少钱雇你呢？你要去跟我1个小时挣1块钱，那我1个小时还付250给你呢，300给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拎不清的律师，你知道这个脑子有问题。你说这个人怎么会是一个好的律师呢？他可能很擅长做很多很好的 paperwork， 把这个 firing 做得很好，有什么用呢？你辩论的时候你赢不了，或者让人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行的人。后来我就把他删了，这是实在不行了。我还很坏，我还最后有一笔大概2000块钱我没有付。他每个月都催我，你再不付就不行了，你要付钱。过1个月又就没付他，我就一直拖着他，一直拖到我自己赢的那个月，我告诉他我付给你了，我说我就付给他钱，我告诉他我赢了，我也不需要你，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估计从此也不会接中国人了吧。你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然后你说人生活肯定就是这样子，你不把这个事情搞定，他就把你搞定，把你搞定之后你就沉沦吗？那你的生活就不要继续了吗？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搞定，搞不定吸取教训，下次把它搞定，不就是这样子吗？这个东西不就是这样，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我觉得道理只能这样。所以我其实蛮不理解，你说大部分人都说躺平，他怎么躺平啊？他遇到了 shit 该怎么办？不处理啊？他不像你一样，就是去积极的参加各种活动，你会遇到各种状况。他就是在家里天天宅的，其实没有机会去遇到很多。比如他遇到不公的待遇，很正常的。比如说我现在不是一个想要惹事的人，但我的孩子在学校遇到了被歧视或者不公的待遇，你该怎么办？就做缩头乌龟吗？我肯定去吵架的呀。那也就是你这种性格，很多我还帮姐妹吵架。对，那我还告诉她你这个被歧视了，来，我跟你去吵架去。那你的性格是需要争一下搏一下的。但很多中国人的话，传统一点，他会压抑啊，他会不开心吧？对，那肯定会啊，肯定会不开心。但是他觉得忍一忍，我不惹事儿，这事儿就过去了，我咬咬牙。那这个不是坏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坏的 example。因为你孩子是在这个长大，你不能让他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人。他必须要学会这套社会的规则，去争取他自己的权益。对，所以我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是让他看着，你看着老妈怎么搞的，你看着啊，看学好了啊，冲过去吵架，然后他就觉得是这样子的。他再小嘛，他可能不能表达，但是他其实是知道，就是妈妈还是那个很这个很能冲出去，就是争取自己的东西的。那其实是一个好的，你希望孩子以后是这样子的嘛，不要吃亏嘛。对。但是这件事其实你想回到我的爸妈，我自己的成长家庭，其实我爸妈也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这样子的人。是啊，只是他们可能给了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会潜意识里允许。我想起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在1年级的时候，你知道中国当时1年级和2年级会组织这个学校的鼓号队，要训练鼓号队升旗的嘛，礼拜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你小时候还有吗？对，我们小时候也升国旗啊。然后他会选择这个整个学校的音乐骨干去训练鼓号队，入选鼓号队，然后升旗表演嘛。我当时觉得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一直都是就是文艺骨干嘛，然后1年级2年级肯定有我嘛，对不对？然后训练的时候呢，很不幸，就是那一年正好我们训练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疆老师，我们是江南人嘛，体罚是没有的，老师顶多很严厉的批评你，但是他不会打你。但这个新疆老师打人了，然后所有人的训练，他打错，啪，头上打一下或者手上打一下，就是拿一个什么鞭子这种东西头上那个就是，然后所有人都很害怕嘛。
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小学的时候，我爸妈还不至于打我，后面我考试不好，我爸妈开始打我了，但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就1年级的时候，你就忽然有一个老师很凶，你开个小差，你打错一个拍子，他就啪打你一个头上就上来嘛，那我就觉得很不开心。然后我记得他打我第3次的时候，我就扔下鼓跑了，我就白了他一眼，我扔下鼓不干了，就是走了。1年级啊，你想想当时也就7岁，然后也没有人教我，我就觉得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走了之后，你看怎么的，整个股票都全走了。就因为大家都不能忍受，但是没有一个人带头，你知道吗？就没有人逃跑，因为逃跑里面都跑了。然后结果第2天就是我们班主任到我家来家访，因为说什么家访肯定是我惹祸了呗。然后他就跟我爸妈说了这件事情，说那个你们家扇贝，昨天那个鼓号队训练的时候大概不开心，他就不干了走了。然后呢，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他走了，是所有的人都走了，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有鼓号队了，该怎么办呀？所以希望那个你们跟那个扇贝说一下，这个怎么办？就说了这件事情，但是老师也很微妙，老师没有用一种负面的、消极的去评价我这个行为，而只是客观陈述这个事情。我爸妈也只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你们会做这种事情，就是一个问句。他也没有评价。但你还是很忐忑嘛。他们在开会，你在房间里面躲着，然后你在偷听嘛，不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等老师走了之后，我就很忐忑，也不知道我爸妈会批评我还是怎么样。我认为他们不会赞成我，但是他们会不会批评我，我不确定。然后他们也没说什么，什么都没说，也就吃饭，什么该干嘛干嘛，做作业什么，他们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到最后。然后我就很担心，他们2个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就说那个我爸说我爸，我妈说哎老单，你看那个你女儿那个这鼓号队这个鼓扔了。怎么回事啊？哎，这女人真是没法那个什么。然后我妈说，我看老师不对的，打人就是不对的。我爸说，打人是不对的，居然没有评价我，他们没有认为说我不应该这样子走，他们只是说这个老师不应该打人。这不就是让我气焰很嚣张吗？也就是变相证明我是对的呀。那就是1年级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父母其实变相在支持你这种。面对不公待遇的时候的这种反应，那我就觉得就是对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会发现老师也没有说你不对，只是觉得只有你做得出来，没有人做得出来。然后呢，老师就每个学生都会开一个会，就说，我们现在鼓教会还是需要人，希望你们还是回去。然后他们都回去了，我说我坚决不回去，我就不回去了。所以从此以后的这个。2年级到6年级，我每次都很羡慕的看着他们敲的鼓、打的鼓，然后升旗，但我坚决不回去。然后我跟你讲，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老师同时还教的我当时，然后我周末有的时候会去表妹家，我表妹在学钢琴和手风琴，然后我去她家遇到这个老师，是她的钢琴老师，然后我还跟我舅舅说：“舅舅，你小心这个人打人的。”这个老师说：“啊，怎么回事？”现在觉得我爸妈就被迫成为了一个西方式的生活，因为我这个小孩应该说从传统意义上讲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小孩，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嘛。对，你要读什么书啊，你要去哪里啊，你要辞职啊，我从来都不会跟我爸爸说，他们会觉得都挺意外，你怎么现在又在电视台了，说这个怎么又辞掉了，或者怎么又来加拿大了，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很被动。但是反之，他们也知道管不住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自己管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是，同样的，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说是我比较困难的阶段，因为有带孩子，你的事业正在发展嘛，孩子也是需要你的时候，同时你还要处理一个跨国的复杂的这个感情关系，之前还在弄离婚。我其实理论上我完全可以跟我爸妈说，你们来帮我一段时间，你们在这帮我带孩子，我可能安安心心的更好的发展我的事业，但我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不好意思说，因为你其实也没有管他们嘛，对不对？对，他们管他们自己的，我管我自己的。我爸妈现在完全就是西方爸妈，我爸妈打电话，哎，那个我说爸，你在干嘛呢？哎呀，你跟我打电话不是时候，我现在马上要去打乒乓球了，你下次再说吧。我跟我说妈呢？哎呦，他要马上跳舞去了，哎呀，没有时间跟你说，拜，就那样子，好吧。所以他们在前年我离婚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他们精神上来支持我，他们来了，完全是为了支持我，就是精神上来
支持说，啊，你爸妈还是站在你那边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够了呀。你让他耗在这里，给你为了你，带孩子，他们自己现在老人生活多宝贵啊，好不容易孩子大了出去了，不用他管了，自己潇洒了，他还要来给你带孩子，烦不烦？对，所以我没有权利要求他们来带，只是我会透一下。我说你们今年有没有打算来加拿大？没有，算了，就那种你知道吗？所以也很卑微，但是其实也就是互相尊重嘛。对，你也不要绑架嘛，对吧？对。那你们的这个家庭关系确实挺西式的，就家庭界限比较明显。对，他有他们的生活。这一点你还不知，我其实没有觉得我家庭界限很明显，一直到我的男朋友，我的西人男朋友说我们家的家庭界限很明显。是啊。然后我就惊呆了，然后我就会数，因为我经常数落他管我的闲事儿。是啊。我说我跟我的男朋友吵架，我说这事儿是我的，你不用管我。你只要告诉我要的东西，我就可以搞定我自己的事情。但他老是要帮你做事情，我就很烦。你觉得别人是我的事情，你一定要做，所以我潜意识我明白了，他在他以前西人的家庭长大，反而他没有这种界限。比如说他姐姐要帮他做事，他要帮他妈妈做什么事情，他们就是全部混在一起的，反而更像一个传统的家庭。我们家反而更像一个非传统的家庭。是。然后他就有一次跟我朋友聊天，说我们家家庭界限，我爸妈来都非常尊重的。有时候我们半夜两个人在吵架，我爸妈出来，怎么回事不睡觉，然后他们也不会帮我，也不会帮他。哎呀，不要吵了，我们要睡觉，你吵到别人烦不烦？就会把我两个人臭骂一顿就睡觉去了。就那种你知道，感觉这也不是我妈，也不是就我邻居感觉。所以他们还是，但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你要是过多的干预，反正他也觉得会不开心，因为我也不会领好，你知道吗？我也觉得他们多管闲事。对你父母这种界限感，我觉得是中国传统家庭所缺少的，比较少的哈。对，作为父母觉得，哎，你是我训练出来的，我觉得对，你是我的孩子，不管你多大，你都是我孩子，我就是管你的事情是应该的嘛。但你父母我觉得这点特别好，这样就会减少两代人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比如说在经济上，前2年我就不是打官司花很多钱嘛，我就会跟我爸妈说我花很多钱，就是说到这个钱的事情，我爸就晚上说，哎呀，那你要钱吗？那我给你打一点。我说不要，我说那个你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养老的钱准备好，因为我现在也不能回来陪你。我妈来了一句，对，不要给女儿了，我们养老很重要的。老头你疯了吗？这后妈，这个就在门口，在那里，在前面，在前面，在这里，这个人在给我拍录像，对吗？对吗？来说你好吗？嗨，好害羞啊！为什么？因为他拍他妈妈呀。他带的是午饭吗？就是他的lunch box， 对。你们需要自己做好午饭，他带的。你要么就在学校订，要么自己带。lunch box。今天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选择来到这里生活？蒙特利尔是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法语的城市，所以呢，我当时刚来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加拿大城市，非常有异域的浪漫，然后觉得说，哎，也有一个机会学一门新的语言，就来了，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未来也会继续选择在这里生活。对啊，在这边挺好的，但不一定会在城里面，会搬去乡下做乡下人，有可能。好，今天采访到这里，拜拜。好，谢谢。